瑜伽師地論100卷，只為拆透你的意識。你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體驗？你正在看一本書，讀着讀着，突然發現這本書不是在講別的什麼東西，它是在講你，不是講你的生活，不是講你的心理，而是在講那個正在讀書的東西本身，你的意識。1700年前，有一部論就做了這件事兒。他不講故事，不做比喻，他用100卷的篇幅，試圖寫出人類意識的完整操作手冊。從你睜眼看到光的那一瞬間，到你閉眼入定的最深處，再到你從凡夫到成佛的每一級台階，全部寫進去。這部論叫瑜伽師地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如果你一直在追這個系列，你會發現前面這些期我們一直在做一件事兒，拆零件。解深密經，我們拆了三自性和阿賴耶識的寄語。成唯識論，我們拆了種子六義、四分說、轉識成智。就像拆一台精密儀器，每一期拆一個核心模塊，看它的內部結構。但今天不一樣，今天我們要往後退一步，不看零件了，看整張藍圖。瑜伽師地論是唯識學最大的一部論，沒有之一，100卷。如果你把它從頭到尾念一遍，不吃不喝不停，大概需要7天。它的篇幅是《金剛經》的將近200倍，但篇幅不是重點，重點是他做了一件其他經論從來沒做過的事。他試圖把修行這件事從頭到尾，從底到頂，變成一套可操作的系統工程。你知道現在做軟件開發有一種文檔叫技術規範，它不是給用戶看的說明書，也不是給老闆看的商業計劃，它是給工程師看的。裡面寫的是每個模塊怎麼運作，模塊之間怎麼通信，輸入什麼得到什麼，邊界條件是什麼，出了異常走什麼流程。瑜伽師地論就是修行的技術規範。它的作者傳統上說是彌勒菩薩口述無著記錄。我們在歷史脈絡系列裡講過無著的故事，那個在山洞裡苦修12年差點放棄的人。你可以把彌勒想象成這個領域的首席架構師，把無著想象成那個把架構圖寫成完整文檔的工程師。不管你信不信彌勒菩薩真的從兜率天下來講法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，這部論的工程精度在整個人類思想史上幾乎找不到對手。好，現在我們來看這張藍圖的結構。瑜伽師地論一共分5大部分，第一部分叫本地分，從第1卷到第50卷佔了整部論的一半，這是全論的核心，也是我們今天要重點拆的。第二部分叫攝抉擇分，從第50卷到80卷是對本地分裡那些關鍵概念的深度討論。第3部分攝識分，只有2卷，是名詞解釋。第4部分攝義門分，也是2卷，是同義詞表。第5部分攝識分，從85卷到100卷是專題展開。你可以把後面4個部分理解成附錄，深度討論和技術問答，核心就是本地分。而本地分的結構叫做17地，17地就是17個層面，17塊拼圖。它把整個修行世界從感官到禪定，從聞法到成佛，切成了17個精確的模塊。我們來看看這17塊拼圖是怎麼拼的。前面5塊分別叫50聲相應地、義地、有尋有四地、無尋唯四地、無尋無四地。名字聽起來很繞，但邏輯非常清楚。它從最底層開始，你的5種感官眼耳鼻舌身接收到信號之後，意識怎麼開始工作？信號進來的時候，你的注意力在做什麼？是粗糙的分析判斷，還是微細的覺察，還是連覺察都停了？你可以現在就試一下。你正在聽我說話，你的耳識在接收聲音，你的意識在跟着我的邏輯走。這個過程中有粗的思維活動，你在理解、判斷、聯想，甚至你心裡在說，這個我同意，那個我不同意。這種帶着語言的思維活動叫有尋有四，尋是粗的捕捉，四是細的辨別。你每天清醒的時候，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個狀態裡。但偶爾，比如你彈琴彈到忘我的時候，或者你盯着一朵花看了很久，突然什麼也沒想的時候，粗的思維活動停了，但還有一種微細的覺知在運作。你知道自己在這裡，你知道花在那裡，
但你沒有再說任何一句關於他的話，這叫無尋為嗣。如果連那個微細的覺知也安靜下來了，進入一種純淨的不被任何概念攪動的狀態，這叫無尋無嗣。大多數人一輩子可能只在深度禪定中才碰到過這個狀態。這不是在講禪定境界，雖然它跟禪定有關，它是在描述意識本身的運作模式。就像你描述一台電腦的處理器，不是說它在跑什麼軟件，而是說它在什麼頻率上工作。接下來2塊，三摩悉多地和非三摩悉多地，就是定中狀態和非定中狀態。你的意識在禪定裡是什麼樣的，不在禪定裡又是什麼樣的，兩種狀態的特徵、差異、轉換條件全部寫清楚。再往下2塊更有意思了，有心地和無心地，有心理活动的狀態和沒有心理活動的狀態。注意，無心不是昏迷，不是睡着了。佛學裡有一種極深的禪定狀態叫滅盡定，意識的活動完全停止了，但生命體徵還在。這2個地描述的是意識活動有和無的邊界條件。前面這9個地，從感官信號的接收到思維活動的粗細光譜，到禪定與非禪定的切換，再到意識活動的有無邊界，畫出了意識的硬件層。從第10個地開始，畫面切換，聞所成地、思所成地、修所成地，通過聽聞建立的智慧，通過思考建立的智慧，通過實修建立的智慧。這3個地畫的是學習路徑，你怎麼從聽說了一個道理，變成想通了這個道理，最後變成在身體層面活出了這個道理。有觀眾問過一個很好的問題，為什麼道理我都懂，就是做不到？瑜伽師地論的回答是，因為你卡在了聞和思之間，或者思和修之間。舉個例子，你聽我說，憤怒的本質是種子被觸發，你聽懂了，這是聞。然後你自己反復想，你去回憶你上次發火是怎麼回事，你開始在自己身上驗證這個說法，你想通了，這是思。但是下次有人罵你的時候，你還是秒怒，對吧？因為你還沒有修。修是什麼？修是你在被罵的那一瞬間，你的身體已經開始自動做出不一樣的反應了，不是靠意志力壓住，是那個舊模式真的被改寫了。聽懂了不等於想通了，想通了不等於活出來了。這3個地就是在精確定義這3級台階之間的落差到底是什麼，以及怎麼跨過去。然後是聲聞地、獨覺地、菩薩地，3條修行路徑。跟着老師學的聲聞，獨自覺悟的獨覺，加上大乘的菩薩道。瑜伽師地論沒有貶低任何一條路，它只是把3條路的入口條件、修行內容、最終到達的目的地全部攤開來看。其中菩薩地占了整整15卷，是本地分裡最後的一章。無著顯然認為這條路需要最多的說明。為什麼？因為聲聞和獨覺的修行目標相對單純，斷掉自己的煩惱就到終點了。但菩薩道不一樣，你不光要斷自己的煩惱，你還要在煩惱的世界裡幫別人。這就像你不光要從火場裡逃出來，你還要轉身回去把其他人一個一個帶出來。所以菩薩地需要講的東西最多，6度怎麼修，4攝怎麼用，10地怎麼走，全在裡面。最後2個地，有餘依地和無餘依地。你已經證悟了，煩惱斷了，但是你的身體還在不在？如果身體還在，你還活着，還在這個世界上行走、吃飯、說話，這叫有餘依。雖然心已經自由了，但還依着這個身體。等到身體也放下了，連這個載體都不需要了，叫無餘依。17個地，從5種感官的信號處理，到最後連身體都超越，從最初到最細，從最底到最頂，全部畫進了一張圖裡。你發現了嗎？這17個地不是17個並列的主題，它是一個完整的架構。底層是硬件，意識的運作模式；中間是軟件，學習和修行的路徑；頂層是輸出3種解脫方式和最終的涅槃。還記得我們之前拆過的百法明門論嗎？世親菩薩把100個法歸成5大類：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心不相應行法、無為法。那個像元素周期表一樣的分類系統，其實就是從瑜伽師地論裡提煉出來的。
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裡散落着幾百種法的描述，世親做的事是把這些散落的零件編了一個索引，所以白法明門論是目錄，瑜伽師地論是正文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它是一份技術規範。它不告訴你放下執着，那是金剛經幹的事兒；它不告訴你一切唯心造，那是華嚴經的視角。它做的是把從凡夫到成佛這條路上的每一個路段、每一個岔口、每一個可能出錯的地方，全部測繪出來，貼上坐標。但這裡面有一個悖論，這麼精密的一部論，為什麼在中國佛教史上幾乎被冷藏了1000多年？玄奘法師從印度帶回梵本，組織了20多位助手，花了將近2年時間把它翻成中文，這是他翻譯生涯中最龐大的工程。但翻完之後，法相宗在中國只傳了2-3代就衰落了。玄奘傳窺基，窺基傳慧沼，慧沼傳智周，智周之後就沒什麼人接了。1200年後，直到清末楊仁三從日本請回散失的唯识典籍，這部論才重新被人讀到。原因不複雜，它太精密了，精密到你必須用修的方式去讀，不能用想的方式去讀。一個從来沒打過坐的人讀瑜伽師地論，就像一個從來没寫過代碼的人讀操作系統內核源碼，每個字你都認識，但拼在一起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。门庭高峻，這是後人對法相宗的評價。門檻太高了，不是知識的門檻，是體驗的門檻。你想想看，禪宗說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多簡潔；淨土宗說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好，多直接。而瑜伽師地論跟你說，來，我們先把意識的運作分成17個層面，每個層面再切成若干子模塊，每個子模塊的輸入、輸出和邊界條件我都給你標清楚。你先看懂這張圖，然後再上路。大多數人還沒看完目錄就放棄了，但它的價值恰恰就在這裡。地圖複雜是因為地形複雜，意識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。你想用3句話說完它，要麼你在偷懶，要麼你在騙人。瑜伽師地論不偷懶，也不騙人，它只是如實的把你攤開來給你看。這也是我們這個系列一直在做的事。我們用現代語言去翻譯這些古老的描述，不是為了把它簡化，簡化會失真，而是為了給你裝一個編譯器，讓你能把這些1700年前的描述跟你自己的體驗對上號。你不需要懂梵文，不需要出家，你只需要在聽到某個概念的時候，往自己身上照一下，看看他說的是不是你正在經歷的東西。如果是，那1700年就不是距離，它是回聲。今天我們畫了全景圖，下一期我们會走進瑜伽師地論最實操的部分，4尋思和5重唯識觀，那是五祖留下的實修指導，是這部論從地圖變成導航的關鍵一步。如果你從來沒聽說過瑜伽師地論，沒關係，你今天知道了一件事就夠了。1700年前，有人試圖用純文字寫出意識的完整操作手冊，而且寫完了，100卷，17個層面，從你眨眼的那一瞬間到涅槃的終點，全在裡面。這件事本身，不管你信不信佛，都值得你好奇。你覺得一部1700年前的論能不能覆蓋現代人的全部意識體驗？有沒有什麼是他漏掉的？評論區聊聊你的想法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